大家好，我是阿发 Boots， 今天我们来讲该怎么玩香港。香港被分为大屿山、新界、九龙和香港岛4个区域。香港国际机场就位于大屿山，抵达后有地铁可以搭到九龙和香港。机场旁有个观景山，能够观看日落和飞机起降落。看完日落可以去东涌站搭地铁。车站旁有东薈城和富东广场可以逛街，另外也可以去搭昂坪缆车。它有分标准、水清和全景3种车厢，它们3个的区别在于车厢内玻璃的多寡，越多玻璃的越贵。那港币和台币之间的换算大约是1:4，只坐单趟的话只有标准和水晶车厢，时间大约25分钟。另一趟去程或回程可以改搭23号公车，费用会从195港币变成20港币。搭到昂坪出站后有个昂坪市集，市集内有餐厅和礼品店，也有一些展馆可以去玩。除了这个市集之外，还必须去旁边的宝莲禅寺参观。这里的市斋堂提供素斋，按人头收费，每人110到150港币左右，会根据人数多寡调整菜单。不吃素斋的也可以点一碗他们有名的豆花来吃。吃饱后接着去看天坛大佛，这大佛是能够进去参观的，里面有舍利子和佛教的艺术品，还可以去新津简林走走。大屿山的最西边是大澳渔村，你可以搭乘21号公车从昂坪搭来这边。抵达大澳后，除了四处走走吃东西，还能选择搭船出海看海景，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中华白海豚。整个游程大约是30分钟，收费50到80港币。离市区走路20分钟的地方有个大澳文物酒店，它是之前的大澳警察局，现在则改建成特色饭店。饭店的2楼是吃饭的餐厅。玩完大澳后，你可以选择搭11号公车回东涌，或是选择搭大澳到东涌的渡轮，最远能到达屯门，但是一天只有3个班次，要注意一下时间。最后就是香港迪士尼也在大屿山，直接从东涌搭地铁到新澳站后，再转乘到迪士尼站即可。继续往下搭到丽景，可以转乘去荃湾。这沿路有很多的百货和购物中心。在终点站荃湾还有一间山洞屋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，它是由客家围村古迹改建而成，里面的小屋变成一间间展示厅，展示了一些客家相关和香港以前的用品。另外这里还有一个由沙场改建的文创园区，里面有艺术展、文创商店、美食区和咖啡厅。不想走路的话，也能够从荃湾站搭他们的免费接驳过去，每20分钟一班车，接着搭地铁到深水埗。车站附近除了有一些逛街的地方，还有一个街区可以吃东西。附近还有一间美和楼，美和楼除了是一间青年旅社，在馆内还展示了香港以前的房屋布局。沿着美和楼旁边的楼梯往上到嘉顿山，就能够看到美丽的香港夜景。在另一边还有一个配水库，能够免费参观，但需要先线上预约。接着我们继续搭地铁到太子站后，可以转乘到黄大仙和钻石山站。除了有很多百货商场，这里还有2间庙宇。第一间是黄大仙祠，里面什么都拜，像是月老、财神、孔子、观音这些都有，还有12生肖雕像可以合照。另一间是智莲净院，是一间模仿唐代建筑风格的寺庙，里面打理得很漂亮。继续往下搭到宋皇台，出站后就有一个街区可以逛逛吃东西，附近有购物中心和公园，公园对面有古迹改建的餐厅，价格大约在50到60港币左右。接着回到太子这里，它和旺角东、旺角3站包围起来的地方，就是逛各种购物中心、金鱼街和花园街的地方。
另外还有一个花鸟市场。那么从旺角到油麻地之间一样也是逛街的地方，接着就可以从油麻地搭到尖沙咀，这附近一样拥有很多百货公司。车站场的公园内有个文物探索馆，能免费参观。馆内的陈设展分为考古和文物建筑两部分，让游客能了解香港之前的文化。这区域还有历史博物馆和科学馆。如果要来参观的话，可以办一张香港博物馆通行证，办一张是港币50块钱。这张卡能让你在开卡日后的1年内无限次参观香港艺术馆、历史博物馆、文化博物馆、科学馆、太空馆、孙中山纪念馆和海防博物馆的常设展及部分特展。买纪念品时也会打9折，而且它线上就能申请，申请表填完后再寄 email 给你打散领卡的博物馆即可，之后领卡时再顺便缴费。那么除了可以参观博物馆之外，它也有跟其他博物馆推出购票优惠，以及去海洋公园和迪士尼的门票优惠。详细内容可以去他们的官网查看。往海边走就是海滨公园和星光大道，是观赏维多利亚港和夜景的地方。太空馆和艺术馆也在这里。天气太热可以进去艺术馆吹冷气，馆内有大陆地窗，能边看展览边看维多利亚港，并且在每天晚上8点的时候，维多利亚港会有灯光秀。从海滨公园到文化中心的沿岸这边就是最佳的观赏地点。你也可以选择搭船游港，我们以账包在帆船的营业时间和收费为例。接着往九龙高铁站的方向走，也是有大量的购物中心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海港城的5楼还是6楼有个海运观点大平台，能免费观赏香港日落和维多利亚港。傍晚的时候可以来这边走走。而九龙高铁站能搭去深圳，高铁站的旁边还有个观景台，门票是178港币，有时候会有其他活动，像是海外游客打折门票。最后就是西九艺术公园，香港故宫就在这边，标准门票是港币70到90元。8号展区和9号展区是特别展，要参观的话门票会比较贵。另一间则是 N 家博物馆，这博物馆主要展示20、21世纪的当代艺术品，一般门票是120港币一张。以上就是九龙地区景点的大致情况。接着我们来看香港岛。那么香港岛上最重要的设施就是中环码头，它是连接香港各岛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。中环码头有1到10号码头，1号码头是政府码头，2号码头往珀利湾，3号码头往愉景湾，4号码头往榕树湾和锁骨湾，5号码头往长洲，6号往坪洲和梅窝，7号就是往尖沙咀。另一个往尖沙咀的码头是湾仔天星码头，8号往红磡码头，9号和10号是公众码头，停观光船和私人船。旁边的港澳码头则是去往中国内地和澳门。另外还有刚刚说的大澳到东澳的路线，长洲和坪洲也能从梅窝码头前往。来香港要搭乘的落日飞车也是在这里搭乘。落日飞车有香港文旅推出的观光巴士和私人的 B-Bus。B-Bus 有红绿蓝3条路线，蓝线走九龙，上车地点在 K11 百货，红绿线则是走香港岛，上车地点在中环的7号码头。发车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，分别是每45、30、60分钟一班车。他们的 App 会显示车开到哪里，他需要提前买票，注意用的是美元，再到他们的换票地点换票上车。如果是夜游则不需要换票，而观光巴士则可以单趟收费。今年的票价涨到单趟 47.6 港币，可以现场购票。那么它也有3条路线。第一条 H1 是从中环码头乘坐到半岛酒店，
从11点开到6点，每60分钟一趟，可中途上下车。H2 则是路线相反，是从半岛酒店搭到中环码头，但他们两个的路线大部分不重叠，发车时间是12点半到7点半，每60分钟一趟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先坐 H1 到半岛酒店休息一下后，继续搭 H2 绕回中环码头。想体验落日飞车的话，就可以选择搭5点的 H1 和5点半的 H2。接着晚上7点到10点就换 H2K 出场了，它8点过后的班次会增加到每30分钟一班。它虽然是环形路线，但是以海底隧道站分为往九龙和往香港，是要付2次钱的。不过他们有推出可无限次搭乘的夜游票，一张是114块港币。另外，虽然没有 H1 加 H2 的无限次套票，却有一个3线通用的全日票，一张是250港币。这张票除了可无限次搭乘之外，最大的特点是它能在中环6号码头优先上车，但也仅限于这一站。在码头这边也能现场买票。最后就是 H1 和 H2K 的起始站才是在中环码头， H2 的起始站是在九龙的半岛酒店，而天星码头这边还有香港摩天轮，门票是一张20港币，可以坐3圈。摩天轮旁有可能会有富跑雪糕出现。我看网络上是说平日往学校或车站附近走，假日则是往游客多的地方去，就比较常遇到。一支是13港币。接着搭地铁来香港大学这边，周一至周六早上8点到6点来的话要先预约，不然的话它也有付费导览团。不过去之前要先看一下当天的导览语言是不是普通话。旁边的西营盘附近好像是拍照打卡的地方。接着我们来到中环，以中环车站为起点绕一圈就可以去玩大部分的中环景点。路线是中环街市、半山扶梯、嘉贤街、石板街、大馆、兰桂坊、易碎会、会都府、圣保罗堂、香港动植物园、礼宾府、花园套缆车、香港公园、茶具文物馆、终审法院和各种的百货公司。那大馆是之前的香港监狱改建成的艺术园区，有免费导览可以参加。另外它的官网还提供4种拍照打卡的参观路线。大馆旁有条河里活道，原创番和文武庙就在这里。这附近还有新闻博物馆、医学博物馆和孙中山纪念馆可以去。那么中环有个半山扶梯贯穿整个中环，手扶梯沿路也有很多的餐厅和酒馆，不过要注意它是单向的。早上的6点到10点是向下运行，从10点20到凌晨12点则是向上运行。如果要往反方向，就要走旁边的楼梯。接着我们要前往太平山，到太平山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搭山顶缆车，来回一趟的车票是108港币，有加凌霄阁的套票则是168港币。中午12点前去有个早晨套票，可以从中环的 J2 出口或是搭叮叮车到美丽道站，再走过去缆车站搭缆车。另一种直达山顶的方式是坐公车，中环的5号码头有15号公车可以直达太平山顶，票价是13港币。礼拜6日会加开 X15 公车，停的站点会少很多，票价是 16.8 港币，但是每日就只有早上10点一班，回程则有6点和9点2班车。到达山顶后，能看夜景和风景的地方有狮子亭、凌霄阁、太平山和卢吉道。除了凌霄阁，其他都是免费参观。最后就是香港名人蜡像馆也在这里，标准门票是255港币一张。接着继续往下搭地铁到会展，有会议中心和金紫荆广场。而湾仔这边有个锡克教庙，
这个庙的2楼有提供免费的3餐，大概会有白饭、烙饼、奶酪、咖喱和印度奶茶等等。锡克教庙旁是跑马地马场，坐地铁的话就坐到铜锣湾，再从 A 出口出来。如果是坐公车，有1号、8号、10号、19号、101号、102号和117号可以到。搭叮叮车的话，就是里顿道站靠近 ABCD 路口，而跑马地总站则靠近 EFG 路口。另外还有坐计程车的下车参考位置。跑马地马场的夜间赛马通常是在9月到隔年7月的每个礼拜3晚上的5点到11点，每半小时一场比赛，大概会有8、9场。那么马场的入场费是10港币，但如果是外地游客的话，有持护照免费入场的优惠，不过有需满18岁的年龄限制，所以扣除掉门票就剩赌马和用餐的费用。想玩玩看赌马的游客，基本上有独赢、位置、连赢和位置 Q 4种玩法，而且只需要10港币就能参与体验。香港的另一个马场是新界的沙田马场，直接搭地铁就能到，出入限制和跑马地差不多，不过它的赛事是在星期天，去之前还是先上他们的官网看一下他们的赛事时间比较好。其余湾仔和铜锣湾剩下的景点就是各种的百货公司和购物中心，以及维多利亚公园。而炮台山这里有东岸公园，也是看海景和日落的地方。公园附近有个油切实线艺术中心，可以看免费的展览，周末会有导览可以参加。最后到太古这边有个益昌大楼，是电影变形金刚的取景地，而不远处就是号称港版士林夜市的泰安楼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吃东西。那这附近的景点有灭火轮展示馆、电影资料馆和海防博物馆。香港岛的北边玩完后，可以去南边的海洋公园，搭地铁就能到，有接驳车往返海洋公园和水上乐园。接着来到香港岛的最后一站赤柱，可以花1天的时间在这里慢慢逛。这里要去的景点有美丽楼、赤柱市集、赤柱后滩、军人坟场和惩教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内展示着香港监狱文化和各种的酷刑工具。想来这里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中环码头的交易广场搭6号、66号和260号公车，或是从摩天轮搭 H3 观光巴士过来。如果是从铜锣湾这里出发的话，也有40号专线公车可以坐。最后我们来讲香港的叮叮车怎么坐。香港的叮叮车路线是从坚尼地城到筲箕湾，其中包含了6条路线。第一条是从坚尼地城到筲箕湾，第2条是从坚尼地城到跑马地，第3条是西港城到筲箕湾，第4条是跑马地到筲箕湾，第5条是石塘咀到北角，以及第6条的石塘咀到铜锣湾。从坚尼地城往筲箕湾走是东行线，代号都是奇数加字母1，反过来则是西行线，代号都是双数加字母 W。 靠近中环地铁站和天星码头的叮叮车站是必打街站，要往西去坚尼地城就坐 70W 的西行线。6条路线中有到这站的是跑马地到坚尼地城和筲箕湾到坚尼地城这2条路线。如果要往东去铜锣湾的话，则是要坐271的东行线。6条路线中会经过这里的有坚尼地城到筲箕湾、石塘咀到铜锣湾、石塘咀到北角和西港城到筲箕湾这4条路线。以上就是香港景点的大致情况。那去香港推荐住的地方有九龙的旺角、油麻地、尖沙咀和佐敦附近，以及香港岛的中环、铜锣湾、天后和北角附近。其中尖沙咀的入住率最高，因为交通、购物和美食最集中。想住平价一点的话，可以住旺角；晚上想逛各种百货公司的话，就住铜锣湾。另外再补充一下香港点餐的术语，
像西多士是法式吐司，飞沙佐奶是黑咖啡等等。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